哈萨克斯坦借助中国港口向日韩两国出口资源，引起很多人的讨论。毕竟之前蒙古国想要借到中国时就遭到了拒绝，那么为何到了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我们会同意呢？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，境内有着相当丰富的矿产资源，所以出口资源成为了他们国内拉动经济水平的重要经济手段。但受限于地理位置因素，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港口和码头，只能通过邻国的港口来帮忙。2014年，哈萨克斯坦在连云港建成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。通过该基地呢，哈萨克斯坦可将资源出口到日韩等国家。有人会问了，这和当年蒙古想借到中国出口稀土，难道不一样吗？这还真有点不同。哈萨克斯坦出口日韩的资源主要是小麦、谷物等粮食作物，对于国际竞争的影响力较小，而蒙古国当年要出口的可是珍贵资源稀土。于是很多人猜测中国肯让哈萨克斯坦借道，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可实际上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。哈萨克斯坦借到中国对日韩出口资源，我们为什么同意？中国能够同意哈萨克斯坦借到中国，这背后是厚实的合作基础。首先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，资源出口能够带来经济动力，提升国内经济建设；而对于中国而言，也能够把控哈萨克斯坦的资源出口种类。像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产极为丰富，其作为核武器原材料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。而现如今，日韩若想要进口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产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到过境资源的申请表，这等同于变相提升了我国的话语权。另一边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同样也是中国需要的，无论是石油还是煤炭、天然气，中哈双方一旦达成合作关系，无疑是双赢的局面。2023年，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建成，这是一块占地面积达120亩的物流集散中心。从哈萨克斯坦运送过来的物资将通过这里运送到中国的各个地方，这也是双方友好合作关系更上一层楼的标志。除此之外，哈萨克斯坦借到中国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。哈萨克斯坦位于中国与欧洲大陆中间，是中欧联系必经之地。如果我们想建立和欧洲的联系，必然绕不开他们。反观哈萨克斯坦，想要得到亚太地区的经济反馈，也离不开我们。于是，在2006年，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，2011年霍尔果斯东方之门项目实施。中国至此打开了和欧洲联系的大门，大量的货物开始通过铁路途经哈萨克斯坦运往欧洲各个国家，中欧班列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欧洲大陆上。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在看到我国“一带一路”所带来的影响后，许多国家纷纷希望加入其中，而哈萨克斯坦也积极响应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，为中欧联系贡献了不少力量。所以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，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。这点不仅体现在经济上，还体现在世界格局上。在2023年11月10号，中哈两国之间互免签证协定发出后，也在向世界传递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。